好，卓荣泰这个穿了台电的外套哦，然后呢在台南宣讲说呢，对统战你们敢统战，一定请他离开，一定依法严处啊，一定军法审判，如果军人啊。那卓荣泰呢说，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野党乱砍总预算，让社会的裂痕又深又长。我们社会只有分裂，就是你们搞的哦，我们已经搞得很乱，你们还来一刀，搞得我们更乱啊、哦。那另外呢，这个他穿台电外套呢，宣讲他说，28000个台电人要站出来发出愤怒的声音。我就想说，台电人也不是不懂啊，他们都很懂台电的整个历史啊等等。那他不会问说，那有便宜的核电为什么不用呢？你为什么让我们台电赔钱呢？赔钱要被骂，本来是可以赚，台电原来一年都赚400-500亿啊，以前是赚钱的、啊，对不对？怎么搞到赔呢？哦，就是因为你那个成本贵了嘛，成本为什么贵了？便宜电不用贵的电嘛，这小学数学都算得出来嘛。所以我认为台电人是应该出来怒吼啊，怒吼不是说立法院不给你涨不补助你1000亿啊，补助你也没用啊，而是你为什么放弃便宜的电不用，要去买贵的电，而且跟民间啊什么绿电买的更贵，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哦？那文化部长李远呢，在台南拿个碗说呢，我不是要饭的，要把这个碗工变成文化聚宝盒。如果真的做到是很好的、啊。哦，这能做到当然好嘛，对吧？早先台湾，你看台湾那个流行歌，整个风靡，甚至全世界啊，有华人地方就有台湾的歌、啊，大陆甚至追捧啊，邓丽君啊什么都跟在后面呢、啊，对不对？那不是很好？那是文化，从文化来角度，等于是难听叫文化侵略了，好听叫文化影响了，就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嘛。你能做到这点当然很好了，做到这点大家就没有话讲。那你文化部想办法去做到这一点。让我们的这些文化人，让我们的这些艺术家，让我们的音乐家能够发扬光大，能够把我们的作品这个能够行销到全世界去嘛啊。那因为这个台南是总统本命区嘛，所以林右昌呢，民进党秘书长说，顾好台南就把全台湾顾好哦，台南够喝水哦，能转台湾的够喝水。问题是。公投是可以这样的，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什么莱猪啊？公投的时候呢，民调都赢嘛，哦，民调都反对吃莱猪嘛。那公投的结果，大家要吃莱猪啊？为什么？光台南、高雄2个就把你全台湾都打败了嘛。这2个地方因为很高嘛，但是罢免啊、选举不是这样的，一区归一区了，所以情况是不一样的啊。好，那么另外呢，这个林岱樺高雄因为3次这个大罢免造势都没有找他。都没有看到他不来吗？他不是我不来啊，没有请我、啊，没有邀请我嘛，邀请我就去啊，所以他是不是故意民进党跟他切割了哈？所以他说邀请我就会出去啊，但是你没有邀请我怎么出席呢？我们看一下，黄国昌一班叫来办，闹开始大罢免。大罢免成为宣讲主旋律，民进党下乡列车到台南，也是党主席赖清德本命区。听不懂的委员，我们希望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告诉他，我们人民自己做委员好不好？虽然在台南没有罢免问题，但卓院长这趟搭高铁南下，在脸书发照片却被踢馆。有网友留言：高铁票是自掏腰包还是报政府公账呢？卓院长一个 diss 回敬老票，自己只出一半。国家政策很好，谢谢你的提问。同样要捍卫总预算的还有他。咱台湾的文化人哦，是足辛苦的，尤其是年轻的文化人。我今天要把这个讨饭的碗工变成一个文化的聚宝盆，用台语接地气。小野部长带上碗工，要证明文化人不是讨饭说，只是现场也成为2026的前哨战。热情的主席交代，咱现主席大家都是团结。致辞大打赖主席牌，身为嫡系的林俊宪更要宣誓主席令。这种的，咱一定爱甲救了。大罢免救台湾啊！你讲对不对？
民众手拿林俊宪扇子，两人角逐市长初选位，要凭曝光度，隔壁高雄也吹了 key。赖瑞隆扫街凭大罢免，要力拼2026市长初选，党内同志竞争白热化。从邱意莹、许志杰到赖瑞隆举办的宣讲活动，但看来看去，这3场的名单却独缺也有意参选的林岱樺。事后他表示，若被邀请，都会尽量出席，没有其他的考量。是否被排挤，浮上台面化？那季凯，刚刚总统泰去宣讲的时候穿那个台电的那个夹克，我先跟他预告一下，5月1号有一个台电员工的一个大游行抗议的这个行动，就是要从台电抗议，然后走到行政院再抗议。抗议什么？他们抗议民进党政府把台电本来是金鸡母，刚赵大哥讲的，以前在国民党这个时代，每一年至少都200-300亿的可以回到这个国库来给我们全民。现在不是，一年可能都要亏1-2千亿，变成一个败家子了。他们的员工跟一些社团5月1号会有一个大游行、跟大抗议、跟大陈情，从台电开始游行到这个经济部去。那刚刚赵大哥在看这个，他讲说这个经济部长说这个是电的问题电力跟电价是个科学问题。那个是我在质询的时候他回答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看科学的数据好不好？大家知道吗？马英九执政8年，他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一度电我们台湾一度电大家知道多少钱吗？2.6左右。过了8年，他曾经涨了4度的电价，后来降了3度，你知道吗？他离开，他把棒子交给蔡英文的时候，也是2.6块，2.6到2.6结果你知道吗？民进党执政是8年多，从2.6到这次如果再涨价已经破4块钱了，就一度电的成本从2.6一下暴涨到4块钱，那为什么会出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两个电的问题嘛，一个核电，一个绿电嘛。核电一度电是最便宜的、最稳定的，结果你不用，1年我们大概就要多付买电的成本、购电的成本都1000亿出来，然后绿电这一边，你把核1、核2这个汇掉这个核之外，你另外去买了很贵的这个绿电，5-6块钱去买，你卖出去的时候用脏电你大概只有卖10%，90%都是用一般的脏电，就一般的这个电价出去3块多，赔了至少6到700亿，这是当他说涨电价，赵大哥你知道吗？他说涨电价可以弥补多少？500亿。刚刚志强跟我已经讲了，我们最近在追一个案子，就是光是一个引强这个风电，你如果要罚他的款就400亿，你罚这400亿就不用涨我们电价了嘛。对啊。第二个，你如果用核电，1000亿你不止不用涨电价，你还可以降电价，对不对？你如果绿能不要买那么贵，或者是你买了绿能赶快把它卖出去，他现在开始在卖 RE30，赶快卖出去，也不用涨电价，也要降。这3个都是解方，结果他就不做。好，那我回过头，我也是很生气的这件事情。今天我特别去咨询。你看每个礼拜6、礼拜天，行政院长就带着行政院副院长、什么秘书长带了一堆，什么主计长、部委首长都下乡去。他们说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在做总预算的总预算的说明，对不对？结果你看那个整个现场是不是都在搞大罢免？不是都在搞罢免？这个就是这个等于是民进党寄生在行政院的行政资源下面嘛，对不对？民进党是说他们很多的钱是他们付的。那我今天要问一个，行政院长跟那么多部委首长，现在要不要维安？这是不是社会成本？这是不是我们人民纳税钱？我今天还问行政院的主计长，我说你要下乡去，我看你礼拜6你还去台南啊？你的演讲谈餐是谁写的？不就是你幕僚写的吗？他说他自己写。我说那 OK， 那要么你就说谎，要么就是你真的是非常这个亲民，非常照顾这个下属的，你连谈餐都自己写，不要到时候吹哨者出来讲，就是说是下面人帮你写的。你看民进党，你们完全用你的钱嘛，你叫行政院长带着行政团队下去。对不对？整个党会行政的这个资源，这是多严重的一个事情。然后下去是第一个在骂立法院，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嘛是国会部门、立法院在监督行政院怎么用钱啊，就现在缓过来了，这变成一个世界的奇迹变成一个世界奇迹，然后又在那个场合里面去搞大罢免。你看王一川每次去声嘶力竭在那边唱歌，然后你看他们那个台下，你注意去看每一场大概都10几个摊位在那边摆那个大罢免。你用行政院长下乡带那么多人下去，然后你在行的是所谓的这个大罢免，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民众呢？所以我今天直接讲，第一个你不要再寄生了，要你民进党付所有这个钱，这是一个，而且我们要追究，你一个行政院长下去动用我们多少这个人力，好，这个我们要追清楚。第二个，你说大罢免真的开始启动了，至少要花12亿那是我们人民纳税钱啊，那你的钱编在哪里？我问主计长说今晚没编，那不是用第2预备金，又是我们人民的
那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救命钱，对不对？有天灾时候要用的，所以我说以苍生为令，赶快停止吧，不要再搞这种撕裂社会、对立社会的这个大罢免。到底删了多少预算啊？每天这样叫啊？如果把台电1000亿算进去是6.6%了，如果不算台电这1000亿呢，其实是3.54%，3.54%其实还好了，过去也差不多就这样嘛。那说什么1点多%，那陈水扁的时候删掉多少？对，陈水扁这时候动了多少？那问题是台电这个钱你不能算删，台电是一个政策的辩论嘛，就是你为什么要花这个钱？那你给他以后，他是不是就不涨电价？给他是不是就不赔了？不可能嘛！我讲它是个无底洞嘛。来，岳律师，我想提醒一下，就是依据选罢法的规定啊，中央或地方机关是不可以用任何的行政资源从事选举罢免活动的。违反的话呢，依照选罢法是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而且相关的费用是要追偿的。不过，我想蓝白阵营可能会觉得很无奈，因为如果你们真的去提刑事的检举，好，我们可以想象结果是什么，就是不会办。好，过去这个在疫情期间，蓝白提了30几件，好，这个民进党不管是口罩或者是疫苗，或者是其他的案件，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医疗器材，又到了疫情之后提关于鸡蛋的贪渎案，台北地检署全部通通都是不办。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是一个法治失灵的状况，就是民进党掌控着台北地检署。然后呢，不管是民进党党中央或者是其他的人有什么违法失职的情况，明明违反了刑事责任，滥用行政资源去帮自己民进党做竞选的活动，但是我们拿他没有办法，我觉得这是最悲哀的地方。就是说以前呢，在戒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民进党或者党外了，有时候被司法这个来追杀哦，那大家觉得说不应该。那现在民进党掌权后也用司法来追杀，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时代了？就我常常觉得，你司法介入政治，司法去追杀政治人物是最坏的一种方式，哦，真的是这样哦。你这种哦，我真的觉得你们将来哦，可能都要受到报应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现在搞这个大罢免哈。其实国民党在地方的县市长比较多很多嘛，对不对？那县市长站出来的没有呢？有没有真的去？如果是民进党一定全力替他的要被罢免的立委来护航，那国民党有没有？我看没有我真的看没有哦，你不能够还在那边好整以暇，这个好像隔岸观火斗啊！你国民党你的立委如果被罢免掉，也会影响到你县市长。蒋万安跳出来了，说呢挺国民党的委员。而且呢，高呼台北队要加油啊！蒋万安算是这个在蓝营里面算是比较积极的了哈。那另外呢，林涛是说呢，中选会不公布哦，所以中选会是东厂，因为呢说呢罢绿委原来不是35-0吗？说现在0呢会突破，为什么有罢绿的有8个已经过一阶的门槛？一阶其实不难了，因为只有1%，2阶就比较难啊。那一阶所以有8个委员过门槛了，哪个地方呢？说呢有新北市的苏巧慧、张宏禄，台中市的蔡启昌、何新存，台北市的吴思瑶、吴佩仪，还有原住民的陈莹、吴丽华，这8个哦，所以过一阶，他们自己统计过一阶了哦。因为你到底过不过你自己知道，对不对？哪些是你真的实实在在一个一个查出来的，哪些你抄名单的，其实心里都有数了哈。那中选会就有4个声明，说第一个呢。这个联署名册是不能自行查对，哦。第二个呢是各县市政府户政事务所这个依法去查对，然后呢把这个结果并入各地选委会，所以可以查证到底这个人在不在还是死了没有啊。另外呢，依法使用户政资讯，只有法定机关。林涛，你有什么资格去查呢？桃园市议员能够去查这些资料吗？第4个呢是呢领衔人要保密。领先你会知道哪些人来联署，但你也保密，你不能泄露你有责任，哦。那其实呢，就是说他们，我刚刚讲哦，其实能不能过，其实心里都有数了，哦。那第一阶段有可能乱抄有一些，第二也有可能抄党员名册，但很多党员可能过世了，那地方党工人又不够，也不能一个去查核，时间短。第二就是等到补件就比较慎重，我的了解补件非常慎重。那天我们去那个中正万华，他连去签署人都要看他的身份证，就是那些义工、志工要对你的身份证
看有没有写错，连那个比如说10楼写个10都不需要改成10，否则会被剔掉。就这么谨慎，所以他们有把握。说为什么？因为报出的名单都超过一阶当时的名单，很多报出是比当时的名单还多的，而且是很谨慎的来核对，所以他们自己心里有数了。只是说你为什么一直不公布？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呢，是要这个一直到最后一天才会公布。啊，一阶送进去以后要查核嘛，然后法定是25天了，对吧？所以呢，一定给你拖到最后，就算查到也不给你公布。为什么呢？是要争取减掉的时间去办蓝营，像台南把你副主委给你关起来。台南那个事情也是哈，有因为伪造文书就把人家羁押了，我看很少嘛，律师，而且才3件。我觉得其实类似的，大家我想应该都有印象啦。之前在相对应的，像比如说韩国瑜罢免的时候，其实是有100多件，好，这个所谓的幽灵罢免。那其实，所以你如果100多件都没有去办人，好，你现在3件4件去办人，你今天司法的尺很，应该说法务部或者是地检署的尺很明显是不一样的。而且其实这个案子解方很清楚啊，选罢法本来是修正了，好，就是说你今天要联署，你应该要附身份证影本。然后中选会硬是说我这个时候就是不用，好，其实只要要求附身份证影本，这个幽灵联署的状况就可以解决。所以我想民进党其实哈，尤其像以前在国民党所谓的威权时期找来的中选会主委都是无党籍的，民进党用了李进勇，非常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来任中选会主委，现在的恶果就是选务完全不中立，这是非常糟糕的。你今天告了翟志强，对，我跟各位说哈，其实台南他今天去搜索哈，你继续看啊。基本上民主国家搜索在野党党部是何其严重的事情，就他为了这么鸟的一件事情，为了3件5件他搜索伪造文书的事事情，而且还羁押哎，对，把那些羁押人关起来哎。那我刚问你，一般的羁押，一般的伪造是很少羁押人的嘛？不会啊，这没有因为这样的状况羁押人。那我跟各位讲，他们当初还去我们的民众党中央党部嘞。对，今天哈，我们到那个台北地检署啊，就是正式开记者会啊，当然不是只在台北地检署告，因为有的地方要到地方去告哈。你像尤浩的就14件啊，对不对？那高虹安的13件啊，王宏威今天也有告是1件啊，哈，就是伪造文书部分， 1000件是一样嘛，都是犯罪，都是照他逻辑。那我们今天的诉求很简单，比照办理。你今天既然可以收，对不对？台南国民党台南市党部，请你收民进党南投县党部，收给我看呢？要不要收给我看呢？你凭什么说今天哈用这种双重标准？我也告诉大家，刚刚其实庆元有讲到的，其实啊，你会发现一个政府啊，有执政党是最有资源、最有可能涉及弊端，所以我们才监督他，对不对？超市、高端、达德、光电，几亿、几百亿，对不对？几十亿，他通通不办呢。检察官是1件都不办，然后拼命的。第1年搞民众党，现在搞所有国民党的立委，我也得到讯息，我直接讲，他就有全面歼灭在野党计划了。对，他现在不只是查台南市党部，其他市党部都可能被搜索。我们蓝营的现在面临罢免的委员，我得到的讯息是会一个一个约谈，找借口约谈你，不一定会有司法有事，但是这样搞你，让你罢免的时候添柴火。你说今天司法赤裸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台湾人民真的要警觉啦，真的要警觉啦。柯建铭说：“你讲什么罢过10个，你要什么？今天啊，因为砍头还是什么？今天啊，我在这个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我当主席，然后我下来准备我要质询，就是还税于民啊，预算81条，我希望有个法院。然后呢，柯建铭就跑来了，呛我啊，他说啊，吴贼啊，意思就是说。”你搞这个没有用了，7月份的时候你们都不在的啦，都被罢免掉了，都被罢免掉了，一个都不会剩啦。他当时也讲，韩国也不在。我打个岔，他对你客气，他对我讲是通通送土城，他对我讲通通送土城。他说通通不在了，我说41个啊，通通不在了。我说好，如果41个都不在，都被罢免掉，我偷剁下来给你。我这样讲，结果他跑出去开记者会，我去质询了。他在这里闹完了，跑去开记者会，我在咨询，我才知道他去外面怎么讲，说谎话，他失忆又失智啊，这个东西要真的看医生了。他说赖世宝打赌说，如果罢掉10个，他要剁头。我讲41，因为是他先讲的嘛，他说你通通全部歼灭，所以你们今天讲这个还税民不好啦，意思就这个意思，他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不这。还给不回了啊！然后因为你们都不在了，7月份1席都不留，
一席都不留。我说一席都不留，我都投。我是这样子，结果他就去外面讲10席啊，各位怎么会有这样子爱说谎？然后啊，还有他还去解释说，哎呀，我不是要想当院长啦，什么之类的啦，要讲立法院长的事情。也没有人问他，他自己就主动讲。不过我跟你说，不要气啦，因为柯建铭呢，现在是我们催票出来这个投大罢免、反制民进党的催票利器啦。我跟你讲，我真的这个周末，我随便到处讲大家都说啊。真的，如果蓝营的立委不保呢，立法院长就换柯建铭了。大家只要一想到那个场面，他去敲嘴的，每个人就抓狂了。他今天不是敲嘴了吗？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以现在的这种 social media 社群网站的那种细胞性的渗透呢，你长篇大论我们在这种节目讲没用啦，你只要蓝营只要打一个宣传，就是15秒钟不出来投票，不出来投票，你喜欢的韩国瑜就会换成柯建铭，大家就抓狂了，而且那个保证15秒而已。好，每个人都接受到讯息，所以他现在呢越疯狂讲越可笑的话，说什么全部进土城啦，什么全部这个消失啦，蓝白政党从地表上消失没有了，你就让他讲，他是我们催票蓝白催票最好的利器，就是柯建铭。大罢免若赢，院长柯建铭，好不好？还押韵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司法院长以及7个大法官悬缺5个月，上次被团灭嘛那总统呢现在补提7个人那由副总统呢来这个主持记者会来宣布，蔡秋明呢要担任司法院长，副院长呢是苏树娥那另外呢，这个蔡秋明说自己惊呆了，说怎么会提名我当司法院长他说我很 shock， 不可思议，台湾现在面临这个宪政危机，5权宪法机关失衡。所以呢，法律跟政治面都挑战，而且涉及宪法的层次另外呢，这个柯建铭一听也说，这个什么蔡秋明是检察官检察官怎么适合出任这个司法院长呢？不适合。那说好像第一次黄国昌跟这个柯建铭意见一致，黄国昌也这样认为了因为黄国昌说你要走回审检一家亲的老路吗？所以这2个人怎么会意见一样那另外呢，民众党团就酸说会不会又大法官被集体团灭那这个柯建铭又改口了，说我全力支持赖清德大法官的提名，蓝白你不要见缝插针。我讲了一句话，你们就高兴什么？我讲错了我反悔了。现在呢，我支持赖清德那另外呢，好，我们先看一下来。总统府日前开记者会，公布司法院正副院长及大法官被提名人，院长提名人为检察官出身的蔡秋明。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曾表示，检察官担任司法院长的确较不妥，但这说法他改口了。名单是非常正确，当然我们党团包括我语讲，绝对全力支持，请不要再见缝插针。那天我讲话也是讲的有点保留，我说奇怪。是检察官，我是觉得比较不妥。但是，这是这种假如是这样的话，是经过审检小组审检过来，总统已经非常慎重的处理。我相信赖总统的智慧。当天我是这样讲，当天是我没有看过名单，我也不知道已经开记者会，因为提名前是总统。柯总召强调，当时是因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才会觉得检察官当司法院长不妥。但是此时此刻认为总统所提名单非常正确，绝对会全力支持，请不要再见缝插针。除了院长蔡秋明、副院长苏树尔以外呢，萧文生、郑纯慧、杜丽莹、陈慈阳、詹正荣被提名大法官，一共7个，现在提出来了来，院长。有你的同事有同事也有认识，好2-3位都在里面了。但是我凭良心讲，就是院长这件事情或者大法官在这一次，因为他没有跟在野党做沟通协商，所以他就是个信任投票。因
你们相不相信赖清德吗？他提了，你们相不相信？如果这次双方按照比例原则，各方因为人才不会只有在另外一个阵营，因为全团都有嘛，从中研院啊、台大、政大或者是其他等等，或者是实务界都有的话，其实比较具有代表性。因为现在宪法大家对大法官的释宪案不相信，这是关键所在。就是只要立法院里面通过的法案不是复议，复议就是释宪，所以大家觉得大家对大法官的没有信心从这里来。那现在如果没有从源头去做结束的话，其实这一次蓝白要投这一票的时候，跟检察官是不是认是另外一个议题，而是他就是场信任投票，相不相信赖清德嘛？如果不相信，有可能在团灭；那如果相信，可能就会过关啊。你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大家都想政治正确，你要大家一个一个去谈，一个一个去看，我觉得不太容易。其实主政者应该要放下身段了。这与其说要团灭，或者是让蓝白在地球上消失，这个都不太适合。一个在台面上的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人娘胎怀胎十月下来都是很不容易长大，做到立法人都很难，做到总统更难。那怎么会说跟你意见不一样就要团灭消失？即使在共产国家，都会留几个政党当门面，不会让他们消失。不论是大陆或者是北韩，都有不同政党，怎么会说在我们一个号称民主社会跟国家的中华民国在里面，会有说要让蓝白从地球上消失？那以后你都不要穿蓝白拖。打4脚就好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已经凸显这种对政治的一个蛮横，我觉得不够尊重。内部吵归吵，最后回到我们表现给外面看的，还是必须要像一个团结一致。我们枪口是要对外，而不是内部在做内斗。我们现在都在内部里面找敌人，我觉得这不妥了。最后就是大法官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大家觉得说是个信任投票？因为除了投赖清德，也投这个。我们的柯总召了哈，他拿锤子去锤，英文里面有叫锤子法则，他眼中都是钉子的时候，他手也会拿锤子都去锤一下。难道跟你意见不一样的都是你的眼中钉吗？不会是吧？台湾民众意见可以不一样，但是你可以表达，而不是让跟你意见不一样的人就要从蓝白地球上把它消失掉，这个太可怕，也太集权，太专制。好不好？刚刚讲柯建铭敲议事锤柯建铭呢冲到主席台敲议事锤。韩国瑜就跟他讲说，这不是协商，是院会，你有什么资格来敲议事锤？协商你随便乱讲啊，乱拍桌子啊，就算了啊。这边是院会。那蔡正元就说他想当立法院长很久了，终于让我去敲一下。那柯建铭说你们乱讲，我要请大家安静。我们看一下。上周五，立法院原本国民党团要闯关2大公投法案来逕付2读，不料因为绿营的杯葛，最终失败。不过在院会里面朝野乱成一团的时候，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就走上了主席台，站在韩国瑜旁边，并且是拿起他的议事锤，连敲了好几下，来示意大家要安静。不过就被旁边的韩国瑜以及秘书长周万来制止，就被蓝营批评柯建铭，你是想篡位吗？因为太吵了。所以我拿议事锤下去，请大家安静。我们不要在外鬼扯一通，什么想当主席，那是定音，一锤定音，叫大家不要讲话，不要吵。我们跟韩国瑜好好理论，这个就是如此。结果韩国瑜到好了。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特地的来戴上当天戴的帽子，把这个动作又再还原了一遍。不过他也解释，他当下是要朝野的立委们通通都安静。他说这个叫做一锤定音，要大家不要讲话。而且他也回击呢，国民党说他想当主席，根本是鬼扯一通。来这个位置。我想确实现在在立法院这个要各党派要取得信任是越来越困难了那我想当天这个柯总召，大家看到那个画面，其实他应该是有点激动了。我认为他当然不是看到他其实不是要去抢那个主席的位置，但我觉得激动确实。那至于我当然我身为议员，我也认为那个锤子其实是要给予尊重。但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在立法院这个越来越难沟通，就连那天就有一位这个桃园的这个市政顾问游志斌，他以一个这个在记者席上面可以大闹立法院，那可以骂民进党的立委，也可以骂民众党的立委，但那个时候也很遗憾，就是韩国瑜作为这个立法院院长，也没有阻止这样子的画面，跟也没有相关的后续，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对于立法院的这个乱象，我觉得
这个现在提罢免案哦，不只是这个哪一个团体哦，每一个党派其实都有自己的立场。大家现在都对罢免案都有立场，我想原因就是出在立法院真的太乱了。那我觉得就连游志斌的事情，我们这么小的事情都希望都说，如果韩国瑜做一个院长，能够更有秩序的来维持，不要讲说是民进党的女立委，现在连民众党的女立委都要被骂。那我觉得这难怪这个生态到现在是大家没有办法取得信任。那志祥有点听不下去了哈。公民记者可以到后面去拍哈，是苏家全定的规矩。拿着记者，就是说我是公民记者，去请记者证到后面2楼，不是在1楼拍，是苏家全的规矩。啊，现在游志斌他去申请公民记者，他拿到记者证上到2楼去拍，他拍他个人在直播前怎么评论，他没有闹场啊，他在直播前面那是他的言论自由，难道一样要干嘛把他驱逐出境吗？所以用这个借口来去找韩国瑜麻烦，抱歉，我就在底下，柯建铭哪是上去什么一锤定音维持继续啊？他这边抗议韩国瑜啊，一定要你当场给我处置那个游志斌啊！拿这个当借口上去站主席台，不是莫名其妙？请问游志斌在后面拍摄直播，他拿着公民证，他那个公民记者证进来，那请问韩国瑜怎么样？韩国瑜还禁止你进来，我要打苏家全的脸吗？那我们宝哥也知道，在那个地方我们在审的是什么？就是公投嘛。我跟大家讲一个插曲啊。刚开始民进党还跟我讲什么这个公投啊，说我们发言哈，这个发言完就会让你这个表决了。没有啊，讲完还剩一个，就直接冲上去，所有人全部站在主席台。不要搞错，那一天说真的，我们没有想要排除他们的瘫痪，为什么？因为你们瘫痪卓荣泰总质询，我们在底下看都昏倒了。底下是卓荣泰所有的官员全部被你打包丢在后面休息室，动弹不得。然后你们今天民进党自己瘫痪自己的那个院长的总质询，只因为所谓的有人拿公民记者证到2楼去拍，莫名其妙。我补充一下，民进党永远是双标。这个我们的大言你可能不知道，上个会期民进党的立委，他的助理在上面给我们偷拍，对，一个一个偷拍。我也被偷拍啊，我也被拍，他也被拍啊，都被拍，我都被拍了，这是侵犯隐私。还拍我们的那个手机，我们去告啊。为什么？为什么民进党的立委这些大立委都不讲话？拢不进来，拢不进来。啊，游志斌跟国民党没关系啊，跟民众党也没有关系啊。他是拿了公民记者证再上去拍，他自己看门，他给看门，就被杀你。所以这个是双标啊！为什么立法院永远都是以民进党为主？民进党可以做的事，其他人不能做，这是事实啊！这个我们就去告了，我们去告。我觉得回到大法官的提名哈，因为其实这一届刚卸任的大法官，包括说黄瑞明大法官，他其实是律师界的。可是我们看到总统这次没有律师哈，这次没有律师，所以律师工会不爽啊，当然不爽。好，然后再来詹森林哈，詹森林大法官他本来是民法的，他是民法的学者，但是这次提名了3个学者，都是公法的。好，然后另外呢，再来4位大法官，就是2个最高法院法官跟2个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哦。那我觉得这样的提名是完全失衡的啦，也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大法官里面必须要各个不同的法律专业都必须要这个和衷共济啊。所以我觉得就如同这个柯总召这个他所讲的啊，让主任检察官来一下这个一步登天哦，跳去当司法院院长，我觉得对司法独立实在是非常大的伤害。好吧，这个司法官是蛮重要的啊。宪法是我们的这个守护神嘛，哈。那所以这个大法官是宪法的守护神啊。所以呢，这个宪法这个大法官怎么提哈？就理论上讲这样的提哈，当然你可以权利是你赖清德没错了，但是你为了让在立法院能够通过，事先沟通一下什么，其实也是这个政治的一个技巧，政治可能的这个艺术嘛。你硬把这些人提来，就像刚刚这个院长讲的，那是怎样？那立法院到底要通过还不通过呢？那这个通过不通过，就变成你信不信你赖清德提名的人嘛，就变成这样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各党都在办那个下乡哦。民进党已经办了好几场了嘛，哈。
这个民众党第一场到新北，那说他有6000个人人潮挤爆黄国昌说我们站出来不是为了大罢免我们是这个要知道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并不是民进党的台湾，我们只是用负责态度说出真相那黄国昌发一个血汗新姿态这些新姿态呢，包括总预算多少钱？2兆9248亿，然后呢台电就亏这个4200亿。买媒体去搞大内宣，14亿多，一年就花14亿多。监察院4年半呢，然后没成立几个弹劾案，所以呢花了10亿多。反正他就把每一个他们认为预算这个浪费或是不该编的列出来了黄国昌说呢，立法院本来就要删预算呢，预算送来不删的只有中国跟北韩必须要删送什么来就来那民主国家哪有不删的呢？你不要说。议会删，川普自己删成什么样子，你自己看。教育部通通要把它干掉了。什么 BOA 这个美国之音也几乎都干掉了很多这个国务院你们自己提名单来自己删等等，删很多。那说呢，这个史书华跟民众党的公子呢互相杠，结果呢2个都跌倒。黄国昌说呢，你这绿的侧翼来闹场，素质很低落，来闹什么场那另外呢，好，我们先看一下。一看到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到场，罢免议员之领衔人史书华立刻手举看板叫嚣闹场。假摔！换个角度再看一次，眼看史书华越来越靠近，民众党党工一个 move 往前，瞬间让对方摔在地上。你就是来乱的，大野党有人来乱吗？没有人来党籍不仅跑来蹭，还跑来闹场。我觉得民主进步党这些侧翼他们对于民主法治的素质真的低落到一个让人非常遗憾的状态。党工这人手拿薪资袋发给现场小草，而活动开始前，黄国昌也发背影照预告，就被网友整理。每次活动前都会特别来一张。黄国昌说没特别意思，就是认真敞开的记录。只是首场宣讲选在新北板桥车站前，难道是剑指2026市长大位？觉得没有什么必要，什么事情都要扯上选举了。要求民进党说清楚、讲明白，过去这几年浪费的钱，过去这几年贪腐的钱，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来这个，我们这次活动很明确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民进党乱花我们人民的纳税钱，而且有一堆的弊案贪腐。更重要，我们直接要求赖清德总统把钱还给我们。现在你不是在什么大罢免，或者说去污名化我们的预算这个审查，到乡下去什么大造谣，你浪费了我们这么多钱，又有贪腐，我们把薪资单都清楚写出来，这是一个资料袋。我们希望一方面送到给赖清德看到，一方面给全民知道，就是说民进党这个政府光是今年度你看2兆9000多亿的这个预算，这是他的薪资袋，今年要用的钱结果他已经出现了多少的这个弊案，跟我们浪费了这个钱。台电由盈转亏，本来以前是赚钱的，后来变成赔钱的，现在负债还有4200亿还有4200亿这个负债然后去买媒体做那些，用我们人民的钱要去洗你的脑，一年就用掉14.9亿，将近15亿。然后新竹棒球场大家知道吗？本来只有2亿，他盖的时候本来只有2亿在半年内追到了12亿。你看这样那会有没有钱？到现在新竹棒球场到现在出了一堆弊案，还没办法用，这种预算该不该砍？那就会看我们详列的这个所有这个，包括超支鸡蛋，让我们人民5亿这个3000万，每一笔都是以前清清楚。我跟他介绍一个最特别的，大家以前晓不晓得？海巡署去买的无人机，花了多少钱？9000万，结果他去买路上用的无人机，海巡署海上不能用，对不对？我们人民的钱就是9000万就这样就不见了。所以本来我们的责任就是一方面把它监督好，一方面让民众知道真相。然后我们那一天很清楚的，就是要带清德出来把它讲清楚，然后请他们不要再造谣，把钱还给我们的人民，好不好？柯文哲说，检察官故意跟他讲说你有一些照片不雅那么于是柯文哲认为说这是来威胁我的那而且柯文哲我想一想，说我太太管我那么严，我怎么可能什么不雅的什么东西呢？那北检现在就申请勘验，说柯文哲有一个档案叫做 Woman。女人把那个勘验看看那另外呢，柯文哲说血尿半夜痛醒了，那他太太呢很心疼，北所说已经协助去看诊了，我们看一下。
站在黄国昌旁边，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强忍情绪，眼眶泛泪，因为丈夫身体让她很担心。听说很信任主席血尿问题。做妻子的怎么可能不担心？尤其这件事也是陈佩琪曝光的，因为他们在庭上得知，律师20号去北所律见柯文哲，他刚好在接受诊断。19号凌晨1点，他突然被痛醒。律师说他最近有血尿，希望能拒保停押。坐在旁听席的陈佩琪低头掩面哭泣。那我知道大家对他的身体很关注，那我也会尽可能找到一些病因这样子，那也会再向跟各位报告。柯文哲羁押期间，陈佩琪见不到，要关心只能先拜托律师了解哪里有处理管道。只是透露这项警讯是要为后续保外就医埋伏笔吗？但北院回应没接获申请。那事实上，他在经过这几个月的关押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甚至是说这个，我看到他的体重降了10几公斤，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消瘦，也虚弱。本所前已协助柯姓被告向所内医师看诊，并按医嘱安排后续就诊事宜，将持续注意柯员身体状况，提供其所需之医疗照护。柯文哲关押出现血尿症状，泌尿科医师分析有多种可能，压力过大或环境因素都有机会，缺水结石或摄护腺肿大也有可能。但若要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要严重肾功能异常，柯文哲关押传出健康亮红灯，看守所生活恐怕更加艰困。律师在看守所里面生病怎么办？看守所有医师啦，好不好？我当然我相信不会比台大好，好，那但是提供基本的医疗照顾还是 OK 的，而且如果有进一步的需要，也会转到外面送出去。而且我相信以柯主席的这个声望，哈，就是他们不敢让他出状况啦，对，所以也许没有办法获得台大医院5星级的照顾，但是不至于太离谱啦，对。文平。我觉得现在这个检察官呢，跟柯文哲的斗法已经越走越 low 了啦，你现在传出说北检申请勘验柯硬碟的 Woman 资料夹，那请问他这个案子本体是什么？他不是金华城的案子，有没有图利贪污吗？你就算找出来，他 Woman 说有，你果然有不雅影片啊，又如何？你就算第一个，我们真的要问呐。从柯文哲这种非常不按牌理出牌、蛮宅男个性的一个不典型的政治人物，你就算他发现说他有珍藏不雅影片、不雅照，这有损害他的人设到哪里去呢？这对他政治有何伤害呢？你今天只因为跟他斗嘴，就你该查的不好。今天大家对柯文哲案的不满是说，你说他贪污舞弊，让你贪污证据给大家看一下嘛，批判起来嘛，某时某地某人交个某钱。对不对？你所有这些事情都搞不清楚的同时，然后呢，你在他爸爸要过世的时候用那么难看的手段，这是大家的烦恼嘛？我认为，当然，这个柯文哲主席他在这个目前在看守所里面，那如果他要提出不管是相关的就医，都可以依程序赶快提出来。那刚才有提到，就说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宣讲活动，我必须要说，民众党自己邀请的朱志宇代表公务革新力量当场是呛说，这个目前烂山这个预算，这个受害的不只是基层公务人员，还有全民，这就是民众党自己邀请来的。血尿其实蛮严重的啦，我觉得我不怀疑啦，这个看守所里面的医生是不是有这方面专业？这一定是泌尿科专业医生来看比较准啦。看守所可能就一般的，看守所看一般的啦。我还是讲一句话，来看一下最后，人生的悲剧不是失败，而是答应未来。